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圆脸的高额头如何用减法去做修饰的教学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，他是奶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奶油。对，今天要帮他做改造啦。那你平常整理上目前有哪些问题？刘海不太顺，然后发量蛮多的，比较厚，对不对？对，吹头发很麻烦。我们先用手指头去量，比如说2指、3指或4指。像他的额头宽度大概是3指，再多一点点。但是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侧面，它这一块它的头骨是比较往前的，并不是在上面这里，所以你会发现它这一块很容易凸起来，它这一块很容易塌，所以它放刘海下来的话，很容易变成这是扁的，然后凸在前面。所以这样的做法呢，我们就要让它前面这里是蓬的，这样才可以修饰头型。再来，我们可以用两边的一些修饰度去做一些脸型的修饰。在顶部区这一块外轮廓，我们可以做一个高层次的修饰，让它放下来不会是整个完全没有层次，它这两边有一个很明显的角度是非常明显的，所以要把这块蓬度调回来。所以呢，今天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长度不动的情况下，把分叉修掉，然后再来它两侧的修饰做出来，顶部区外轮廓就做修剪，这样整个造型就可以修剪完了。修剪完之后，我会帮它调整一个颜色，把它布丁头做一下连接。颜色配置我帮它选比较红润一点的，因为它的皮肤其实是比较健康肤色，就不是白的那一种。谢谢你这么委婉。比较小麦色的呢，如果你想要染一个显白的发色，红色、紫色、暖色调，这些都是可以选择。最不能选的就是亚麻绿，亚麻绿绝对不能选，染了你会更黑，因为它是一个对比色的效果。所以我今天帮他选的就是一个莓果色。莓果色的话，它就是咖啡带有一点雾红雾棕的那种感觉，是现在非常流行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先帮他做减法设计，剪完之后再帮他做个颜色调整，那再让大家看整体的效果吧。那我们准备减法，区域都划分完之后，我们先设定长度。设定长度，我会建议大家可以梳到前面，这样前面如果有镜子的话，你也可以很明确知道，我要剪到哪里，会不会剪太短？因为我们这边后面的头发放到前面的时候，这里就一定会比较长一点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从后面剪完之后再摆过去，你里面这只头发会变得非常的短，那你旁边只能再剪得更短。所以为什么很多去沙龙剪头发越剪越短的原因，就是你如果没有先在前面先确定一个长度，你直接从后面决定长度的话，你拨到前面去的时候一定比较短。那相对的，我再去做修剪，它只能剪更短才可以连接。来，我们先来剪前面。我今天会修的大概就是一个手指的范围，大概就在这里吧。哦，对。好了，你的10公分嘛？我的10公分。好，我们先把下摆这里先去掉，先把两侧比较虚的头发摆到前面，然后这样做修除。修完之后，我们从前面镜子这样看一下，两边有没有一致的长度，如果有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转到侧边，那拉到肩膀后面的位置，那提拉过来要做什么呢？前面这边一定会比较短，这边比较长，我们做连接，把它这样稍微平行的点剪修饰过来。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在肩膀后面这个角度直接提拉过来。提拉过来之后，你一定会发现前面跟后面稍微短一点，中间很长，所以我们就要把中间这一段多余的长度去除，将它摆到后面才会是一个标准的圆弧形。那如果中间这里有一节比较尖的，你可以稍微平行的把它去除，这样头发的半圆弧就出来了。然后第二步骤就是把上面这一区放下来，后面的话我们从正中间这里开始，然后放射低层次45度做修剪。这个时候就是把长度做连接。我们刚刚修剪的最底端的长度确定了，对不对？直接往下拉，那你可以很明显看到
这里是刚刚剪的比较短的位置，然后这边是比较长的，我们直接做连接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去修掉我们要的分叉跟轮廓，然后放射型修剪哦，就是顺着头型的位置去做调整。然后你只要顺着这个方式去做修剪，你就不容易失误。然后侧边的话，往肩膀的位置提拉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刚刚剪的比较短的，这边是长的顶部的层次，我们直接把它去除。好，这样侧边就完成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样真的是很快速，而且非常的有效。那另外一边还没剪的，你可以发现这边的轮廓啊会变得比较轻盈一点。然后这边还是很厚重，所以接下来我们把另外一边用一样的方式做完成。好，这样长度就完成了。再来，接下来我们就是完成顶部区的蓬度。那顶部区的话，我会教大家的是，我们从侧面去做一个分区，然后往上做提拉，这样拉起来，往外135度拉起来。大家可以看到哦，这一块比较长的这里，我们不要直接平剪哦，我们直接做深点剪，深的点剪，去制造出它的柔和感。然后后面也是一样，我们就分4个区域，左右跟后面总共4个区域。后面这边我们直接分一半，然后往上提拉135度拉起来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比较短的，上面是很长的，我们直接做深点剪，它就可以去掉比较多的顶部的空间的线条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去完的感觉，它上面这一块的蓬松的效果会变得更立体。那这边因为没有去掉上面的层次，所以它的会比较厚重。所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什么样的效果。你像我们今天我刚刚说过，它顶部区比较塌嘛，那我们用这个技巧就可以制造出这种蓬松的感觉。那这一种的话，它就是比较厚重的。所以如果你有一点自然卷，就很适合到这里就好，不要再剪上去了。那如果你是像它这种细软法或一般法，那你就可以在上面再做一点层次，增加它的轻盈度。好，我们这一边一样的技巧去完成。长度跟轮廓已经都完成修剪了，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刘海的区域。刘海最主要就是分区，我们刘海前方的长度先不动，我们先把侧边的区域先划分出来。你可以看到哦，他自己有这边修了一些长度，这之前修的吗？你修的。我剪的吗？对。他终于留长了。对。这之前我帮他修的一些线条。那现在的话，比较流行的是他在鬓角区。可以再多一些弯度，现在很流行这里这样一个弯度勾进来的这种感觉，这个修饰效果会更高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侧边鬓角的分线就会从刘海区那发际边缘各拉1个手指的宽度的长度下来做修饰。来，我们先把上次修的鬓角先拉出来。好，这是之前的话，因为它这里头发很空，所以我运用它上面的长度去做一个脸型的修饰。那现在呢，我会在它鬓角区这里画一个分线，直立分线下来，去做它脸颊的修饰。所以这一块鬓角区上面这一块修饰的，它就可以再立体，让它蓬一点，然后让鬓角这里去修饰脸型。所以现在的技巧呢，就可以这里制造蓬度，这里制造修饰，这样效果会蛮好的。然后它的额头这一块啊，非常的高，大家看到这一块，这有一个凸出来的。我们在这里面再拉一点点出来做 baby hair。baby hair 之前在频道有教过，如果想了解的话，可以去看我们 baby hair 的教学，就是胎毛刘海。那我们先在这种最凸的地方先修出来我们的 baby hair， 就是内层，然后往前拉，往下直接做修剪的动作。它就可以很好的遮盖在我们这个发旋这里，让它这样不管怎么拨都不会空空的。那完成了之后呢，我们等一下再放回来，你会发现这边就不会那么空洞了。那来另外一边，它这一块就不会那么严重啊，它这一块就没那么严重，所以它最严重是另外一边，所以我们就只要修另外一边的 baby hair 就好了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我们先从正面的刘海开始做修剪，从正中间这里先决定我们刘海的长度。
梳上来。然后呢，通常我建议手指头刚好压在眉毛的位置，这样子剪完才不会太短。好，这样做修饰，点剪修饰。修完之后，我们再往两边分，先分到眉毛尾段这里。然后因为我们是要剪一个弧形的刘海，不是平行的，所以我们往反方向提拉，这样做修剪。这样刘海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就会有一点简单的弧度往这边连接过来了。那侧边这边呢，我们只要梳过来。那我们先确定我们要的长度的位置。我这一块要让它修饰我们的颧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颧骨下方一个手指头这里做平行修剪，这里颧骨下方一个手指头，然后下巴这里呢，我们在对齐下巴的位置做平行修剪。好，这两个长度设定出来了，我们再来做连接。连接的时候顺着梳下来，把这一块厚重的做一个斜角往上连接的效果。好，这样它就可以直接有一个弧形下来修饰它颧骨的位置。那下摆这里也是一样的连接方式，把这一块多余的长度直接斜线修上来。这样它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修饰的一个刘海的效果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让它的脸型看起来侧边这一块修饰度更高？然后另外一边呢，你还没修的，它就是一片刘海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边呢，也依照刚刚的修饰技巧去做修剪，等一下给大家看看效果。好，刘海修饰完了，那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这样抓过来的话，它侧边的修饰度就会变得比较好。这就是一个刘海的调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剪法到这边就整个完成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整体来说啊，它的轻盈感变得比较好了。然后刘海的区域跟脸颊的修饰都完成了。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帮它调整发色。发色调整完之后呢，再给大家看整体后的效果。好，那我现在准备帮他做染发。那我邀请我的特助来帮我一起完成他的小胖。我说嗨。欢迎。对，我找到那个话少的了。对，他话真的很少。然后我们今天的配方呢，我们会分2次去做处理，因为刚刚我们有聊到嘛，它是半年前染的头发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哦，它现在黑发这么大一截，那中间这里是褪色的，发尾是漂过的，所以它的颜色非常的混浊。这种头发我们称它为3段式发色，就是黑发、咖啡色跟漂过的浅金色。那我们今天的配方处理呢，不会用一个配方去完成。我们今天的话会使用发根一个配方，发中、发尾一个配方。发根的配方主要是拉浅我们的麦拉尼色素，让头发变得比较显色。发尾的部分呢是增加色素，让它不要变得那么浅，所以发尾是降下去的。所以我们今天配方会用10度色的紫色加棕色在发根，那6度跟10度1比1的配方去做发尾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配方啦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快速帮它做完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染发已经都完成了。完成之后啊，我们会包上这种棉条，就会增加头发的干净度，不会让它这样掉来掉去、喷来喷去的。然后你如果在家使用的话，你可以用那种保鲜膜也是可以完成的。只是保鲜膜的话，它是聚热效果会比较好，会影响到颜色的一个落差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用这种棉条去做停留的动作。那这样的停留时间30分钟。停留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冲水，等一下让大家看整体造型后的效果。Go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造型已经完成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后面看到就是一个半圆浑的效果，这就是我们刚刚剪裁出来的感觉。然后颜色的部分呢，我帮它做了一个焦糖色的调色，它就是有咖啡带有一点紫红的效果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发尾的部分啊，它光泽度变得非常的好，因为刚刚有帮它加强了一个护发。这样整体的效果起来呢，它的光泽度包含头发的弯度的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重点正面的感觉，因为前面这里我帮它做了一点内弯，所以正面看起来你会发现它整体的质感变得非常的好，而且刘海的轮廓及修饰的这种效果，来特写给大家看一下哦。我们在
拨头发的时候，平常要绑的话，只要从下巴这里轻轻的拉起来，它这边的分线就出来了。你不用刻意去这样拉头发啦什么的，你只要这样的剪裁，只要从下巴这里、脖子这里轻轻的往后撩，这样侧面的一个分线就出来了，而且它的修饰度是非常高的。然后刘海的部分，我帮它稍微夹了一点点简单的弯度，你会发现这样的修饰感啊，整体就比较好一点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哦，这样侧边这样拉起来，它这里的修饰就出来了。整体上呢变得非常的简单，然后头型的修饰就会比较高一点，就是正面的感觉。这个造型你还习惯吗？我觉得其实看起来蛮日系的，绑起来的话是整体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比较白的效果？大家有觉得它变得比较白了吗？好，大家记得，如果染完头发，会建议24到48小时内不要做清洁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刚染完头发，毛鳞片是扩张的。虽然现在染发剂真的都是比较好，你可以当天洗没关系，那我们还是做基本告知，建议大家2天后再做洗发。好，那我刚刚在顶部区，大家发现它顶部区这边比较蓬，对不对？我刚才顶部区有加强了我们常用的这种韩系发根夹。如果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你只要简单的在顶部区这样夹一下，然后等了1分钟拿下来，它上面就会有一个自然的蓬度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最后做一个重点讲解。我们今天剪裁部分分总共4个区域，然后底线我们先往前放做基础修剪。修剪完之后呢，把上面的区域放下来，全部做45度角的修剪。修剪完之后，如果头发比较细的，往上提拉135度做去角的动作。那刘海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前面我们剪到眉毛的位置。那侧面的部分，我们可以抓在颧骨跟下巴的位置做长度修剪，然后记得 baby hair 修剪技巧，大家要去做一点修饰。那颜色的部分，因为它半年没有染头发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帮它做发根跟发尾2个配方去做染发。那染发配方，我们就是用棕色加紫色去做调配，这样就可以完成了。那你学会了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改造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有其他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最后，喜欢这部影片，帮我按喜欢。这边附上有 IGFB， 真有 Line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私讯或预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